大家好，我是 Peter。您现在观看的是在我家小后院拍摄的有关种植的第25集。本节视频将与大家分享种植黄瓜的方法，由我的太太来担任视频中的解说。种植黄瓜前，我们需要先育苗。我试了网上有好多种植爱好者介绍的方法，先把种子浸泡在水温摄氏30度的水里几个小时，然后再取出放入育苗盒中育苗。据说这种方法有利于种子的发芽和日后植物的抗病能力。我把浸泡好的种子按照平时惯用的手法开始育苗。很不幸的是，种下了20多个种子。由于疏忽忘了盖防鸟网了，被鸟吃了不少种子，只有5颗种子发芽了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把这仅剩的5颗小苗当作稀有植物来培养。当气温骤降时，要及时盖上塑料薄膜。而当气温突然升高时呢，在中午要及时给小苗遮阳。土干了，给它们浇水；气温过高了，给它们遮阳。希望它们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啊！等待它们长出针叶以后，就可以移植了。黄瓜喜欢温暖，不耐寒冷。生长过程中的最佳气温是10到32摄氏度。在移植前，赶紧把种植黄瓜用的土地整理出来。首先，把土地四周长得过高的植草梳理平整，因为植物也喜欢生长在干净、通风、采光好的环境里。友情提示一下，在使用打草机之类的机械工具时，请戴好护目镜，以防异物会伤及到眼睛。再把土地上的杂草垃圾爬干净。如果在土地上有老的植物的话，最好把它们清理掉，而不要埋入土中，以防它们或多或少的会带有病菌。再倒上自己制作的堆肥土。堆肥土在熟腐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少植物需要的营养素，这些营养素逐步释放到土壤里，植物会在生长的过程中从土壤里慢慢吸收营养。另外，还可以增加土壤的通气和排水性。然后再把堆肥土和土地充分翻耕一下。开好垄沟，平整好土地，就可以把长出针叶的黄瓜苗移栽过来了。黄瓜对土壤条件要求并不高，最好选择在比较松软的土壤上种植。如果土壤能更厚实一些，通气性更好一些的话呢，则会更适合种植。另外，黄瓜对土壤的酸碱度要求也不高，在 pH 5.5 到 7.6 之间就可以了。建议黄瓜苗在移植时最好要带上土，这样能大大提高移植后的成活率。移植时，请尽量选择在阴天进行。每棵苗的间距约30厘米，这个间距正好是滴漏灌溉系统出水口之间的距离。先挖个小坑，
放入一些盆栽土，然后栽上小苗。在移植小苗时，最好在垄沟上放上一块木板，人可以在木板上来回走动，这样不会把泥土踩实，而日后影响到黄瓜根系的发育。再盖上一些盆栽土，四周轻轻地按紧一下。建议给小苗的四周盖上干枝皮，用来保湿保温。用滴灌系统的好处是，它能保持土壤的表面干燥，这样可以抑制病菌的生成，而且可以节省用水量。然后浇足水。在日后小苗初期的生长阶段，几星期内不需要天天给小苗浇水，让小苗逐渐养成自己找水喝的本能。它会让自己的根系逐渐地往泥土下延伸，这样根系会渐渐地强壮起来，这样它会具备更顽强的生命力。万一遇上干旱，或者我们哪几天忘了浇水，它的根系会吸取到泥土深部的水分，而不至于因为缺水而马上枯萎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黄瓜苗开始长蔓了，这时候可以开始给它补充营养了。我在离开植株大约20厘米的地方挖一个小坑，埋上一些熟透的鸡粪。我喜欢用熟透了的鸡粪给植物施肥，因为鸡粪是非常优质的农家肥，它含有丰富的氮、磷、钾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份鸡粪当中含有1.63%的氮，1.54%的磷，0.85%的钾元素。它的有机元素含量会胜过牛粪和猪粪。再在植株的周围撒上一把有机颗粒肥，这款有机颗粒肥能帮助植物提高抗旱、抗病的能力，还具有促进根系生长的作用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每月撒1把就可以了。这款有机颗粒肥使用起来方便。说句笑话，这个特别适合懒人种菜。又过了几周，黄瓜的主蔓又长了不少，这时候就需要搭架绑蔓，帮助它们爬藤了。正好在家附近有个湿地，长了不少野芦苇，我就捡了一些回来给黄瓜搭架。由于黄瓜整个生长过程比较长，我把视频分成2个阶段来播放。下一个阶段的视频将介绍黄瓜的搭架、绑蔓、剪枝、不同的授粉方法，以及后期的施肥和落蔓。如果视频中有任何欠妥的地方，请各位在留言区提出宝贵建议，以供大家共同分享和学习。欢迎大家的再次关注和分享种植经验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
分享、点赞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Thank you for subscribe.